今天来到遊客認知度極高的景點穿越。其實這期視頻啊，我原本打算過陣子再做的，畢竟剛做完左園嘛。但出乎意料的是啊，左園這集呢，本是我近期表達最克制、最沒有爆點的內容啊，卻引來了大量的質疑。這讓我意識到啊，很多人對歷史的理解啊，還停留在極淺的表象。所幸啊，今天我就以穿越江戶之母的切入點啊，和左園做一個深度的邏輯呼應啊。那關於那些觀點太多、不用史料抹黑日本的質疑啊，我不想多做辯解啊，我只想送給大家一個關於歷史認知的5個層級啊。那請各位對照一下。那第一層呢，走馬觀花，讀一遍歷史，看看風景。那第二層呢，博聞強記，能把歷史背得滾瓜爛熟。那第三層呢，在史料面前啊，感到沉默，開始產生獨立的思考。那第四層呢，通過思考啊，能夠拆解和解構歷史的底層邏輯。那第5層呢，就是解構之後啊，能將歷史作為工具啊，隨心所欲的使用，自成一派。那只有達到第5层啊，你才算真正敲開了學術界的大門，擁有了與其平等探討的資格。那麼請問各位啊，認為自己在第幾層？而我又在跟大家聊第幾層的東西啊？為了讓這種描述變得更直觀啊，這期呢，我決定做一個知性實驗啊，我會同時拍攝2個版本。一個呢是歷史复读机模式，只堆砌史料啊，不帶任何觀點；一個是邏輯解構模式啊，用史料做燃料，拆解權力背後的邏輯。那看完之後啊，請各位再仔細思考一下，你真正需要的到底是那堆枯燥的死数據，還是看透文明運作的真本事啊？新来到穿越大師喜多院，跟以前一樣啊，從這個小偷之橋進去。那為什麼這叫小偷之橋呢？在之前深夜散步的時候已經介紹過了，所以我就不过多介紹了。那這次呀，是以江戶之母的主題嘛，所以呢，跟這個主題無關的東西我就不介紹了。如果介紹其他東西啊，可能大家這一期会越聽越亂，聽不太懂，因為這個東西挺難理解的。喜多院啊，始建于平安初期，公元830年，最初由次觉大師元仁開創，原名無量壽司。到了江戶時代初期啊，著名的黑衣宰相天海僧正啊擔任主持，深得德川家康的信任。那1638年呢，這裡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寬永大火，除了大門之外啊，幾乎全部燒毀。當時的第3代將軍德川家光啊，為了重建這座與德川家有深厚淵源的寺廟啊，特意下令將江戶城內自己出生的房間啊，也就是家光誕生之間，以及他的乳母春日局的莊前之間，整體拆解後啊，通過新河岸川的水路啊，運到穿越，在這裡重新組建。所以啊，這裡保留了現存唯一的江戶城內部建築遺跡。那因為它裡邊不能拍攝嘛，所以沒法給大家展示了。它裡邊的壁畫啊和天花板啊，都是由當時的守野派畫師所做，體現了江戶初期啊高超的建築藝術和文化底蘊。那關於喜多院呀，我們必須談論一個被史書掩蓋的行政策略啊。德川幕府在江戶開府之初啊，面臨着極大的地緣不穩定性。天海僧正啊，作為幕府最高級別的政治顧問啊，在喜多院確立了山王一世神道的理論啊，這絕非單純的宗教修持，而是一套神格化統治的底層技術。那1638年的那次搬遷啊，核心在於啊合法性動產的物理轉移。在幕府的行政邏輯中啊，將軍的出生地被視為政權的根源資產。江戶城作為行政中樞啊，長期處於火災與暴亂的物理威脅之下，屬於高風險區域。那將誕生之間從江戶城物理搬遷至穿越啊，其真實用意啊，在於建立一個異地備份節點。根據德川實紀的記載啊，喜多院被賦予了關東天台宗總本山的特殊地位，並擁有只屬於幕府的行政特權。這意味着一旦江戶城遭遇毀滅性打擊，只要穿越的誕生之間還在，德川家的血緣神聖像啊，就擁有一個隨時可以激活的、具備實物證據的物理支點。那更深層的行政策略在於啊，穿越對江戶的單向吸納。
那根據當時的建築邏輯啊，江戶是一座建立在泥灘上的無根之城，它缺乏歷史的厚度來支撐統治的威嚴。而喜多院啊，早在德川入主之前啊，就已经是武藏国的宗教核心了。天海僧正啊，正通過山王意识神道啊，强行将德川家康的个人权威啊，与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年的山岳信仰进行了底层合并。这并非玄学，而是一次精準的文化收編。那注意一個細節啊，在1617年啊，德川家康的遺體啊從九能山運往日光的途中啊，天海僧正特意安排在喜多院停靈4天，並舉行了最高規格的法要。在行政程序上，這叫做神性的本地化認證。這意味着江戶的最高權力啊，在前往日光封神之前啊，那必須先在穿越完成啊血緣與地緣的最後縫合。所以呢，當1638年江戶城遭遇寬永大火時呢，家光搬遷的不僅是房間，在幕府的內部檔案中啊，它被稱為御殿下賜。這在法律意義上啊，是將江戶城的行政豁免權通過這棟建築物啊，直接平移到了穿越。從此呀，穿越不再是江戶的衛星城，它在法理上成了江戶城的域外延伸。這種將核心建築零件化並異地重組的技術啊，確保了即便江戶城消失在火海中啊，幕府的統治邏輯依然能在穿越這片母體上完成物理層面的計時重啟。這才是穿越被稱為江戶之母的硬核原因啊！它不僅孕育了江戶的布局，更在關鍵時刻啊，通過接收這些根源資產啊，充當了德川政權的離岸保險庫。這在大和王統的統治邏輯中叫做根基的冗餘啊。江戶啊是行政層，而穿越喜多院則是存續層。那些只看到古蹟和藝術的人呀，永遠讀不懂德川家為了確保政權永恆啊，在這裡布下的那道政治保險絲。那之前深夜散步也簡單說了一下，這裡的東照宮是3大東照宮之一啊。很多人應該很疑惑，為什麼穿越這座規模不大的東照宮能與日光九能山並列？因為在德川幕府的神格化協議裡啊，這裡是靈力轉化的關鍵節點。那1617年啊，家康的遺體從九能山移往日光的時候呢，這是一個從肉身死亡到成為神靈的升維過程。那天海僧正啊，特意安排在穿越停靈4天啊，並親自主持法要。在邏輯視角下啊，這4天不是為了休息，而是一次行政權力的離岸確認。穿越作為江戶之母啊，在這裡承接了家康最後的人間餘溫，那並將其轉化為守護江戶的精神護盾。所謂的3大東照宮啊，本質上是德川政權啊在關東平原上畫的3個坐標點。那九能山呢，代表權力的起源，也就是故鄉；那日光啊，代表權力的永恆，也就是神域；那穿越代表權力的影子輩分，也就是母體。這就是為什麼仙波東照宮的權級極高，它是唯一一個在神格化轉移路徑上獲得過官方認證的停靠站。接下來呢，咱們就來到了穿越的象徵石之鐘。還是啊，咱們先來歷史復讀機版本。這座鐘樓啊，最早是由當時的穿越藩主酒井忠勝在400年前建造的。雖然經歷過多次火災啊，但每次都會重建。現在這座啊，是在1893年穿越大火後啊，由當地商人們合力籌資復原的。高約16米，是木造的3層結構。這口鐘啊，每天會響4次，分別是早上6點、中午12點、下午3點和傍晚6點。它的鐘聲啊，被選為日本音風景百選之一。對於穿越市民來說啊，這不僅是報時的工具啊，更是一種家鄉的情懷和歷史的餘韻。大家可以在鐘聲響起時啊，感受一下這種江戶時代的寧靜氛圍。那關於這口鐘啊，我們還是要剝離所有情懷的假象啊，直視德川幕府的統治邏輯。在江戶時代行政序列中啊，時間是一項被嚴格壟斷的特許權。根據幕府的忠義規定啊，民間嚴禁私自報時。穿越藩主啊，酒井忠勝之所以在此建立高聳的鐘樓啊，其核心目的並非服務民生，而是為了在穿越推行與江戶完全一致的時報協議。這在律令上啊，被稱為時之公定。
這種垂直於地面的物理高度確保了声波能產生絕對的行政覆蓋。在江戶幕府的統治邏輯裡呢，川越作為江戶之母，必須在代謝頻率上與江戶保持一致性同步。當鐘聲響起這絕非單純的報時，而是在執行一種勞動力與生產節奏的強制徵收。通過这口鐘幕府將零散的自然时间強行轉化為統一的行政工時。無論武士還是商賈，其生命節律都被鎖死在藩主設定的刻度裡。這是一種無形的覆蓋全城的物理管理系統。那1893年大火後商人不惜重金重建是因為他們深知如果失去了這個節奏的錨點川越作為江戶備份系統的有序性就會徹底瓦解。很多人認為這種報時只是一種遲到早退的參考，但根據武家諸法度及其衍生的地域行政令實質刻憲是具備法律強制力的分水嶺。那請注意這口鐘的敲響伴隨着全城幕戶的開啟與關閉。在江戶時代的統治邏輯中呢，鐘聲一旦落下，街道便進入宵禁的狀態。這意味着這種聲波不僅在管理時間，它是在物理層面切割空間。當聲音覆蓋全城時呢，它實際上是在對整座城市的流動性進行實時的行政干預。如果你在鐘聲之後仍停留在錯誤的區域，你面臨的將不是道德譴責，而是反法律令下的補復與构進。這種對時間的管理本質上是對社會不確定性的系統性清理。為什麼很多人會稱它是江戶之母的備份呢？因為川越通過這口鐘維持了一套極其嚴密的防衛體制，它確保了在任何緊急狀態下，母體系統都能在同一瞬間進入待機或激活的狀態。那些將這種強制性的聲波信號美化為優雅音風景的做法是對歷史邏輯極其淺薄的誤解。這口鐘敲響的每一聲都是權力的重錘，在敲打着這片土地的服從性。那些只聽到鐘聲餘韻的人讀不懂這一聲聲巨響背後那套運行了400年的生存規訓。那時之鐘旁邊就是接下来要介紹的藏造老街。那還是先開始歷史復讀機版本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整齊排列的黑色建築牆壁非常厚，據說厚度超過了30厘米。這種建築風格起源於江戶時代的防火倉庫。那1893年呢，川越發生了一場幾乎焚毀全城的大火，唯獨這些藏造結構的房屋幸存了下來。於是當時的富商們紛紛集資，模仿這種風格重建了街道。這些黑漆牆壁被稱為黑漆石，是用石灰混合墨炭經過多次細緻的抹塗和打磨而成。它不僅防火性能極佳還代表了當時富人們穩重內斂的審美情緒。走在這裡呢，仿佛真的穿越回了江戶時代。關於這片黑色的藏造街道還是老規矩，我們必須剝離所有關於江戶風情的審美投射直視其作為行政區劃中資源安全協議的本質。在德川幕府的士農工商秩序下商人階層被嚴格置於社會底層。武家諸法度呢，明令禁止非武士階層擁有武器或私人築城。因此這些建築不是為了美觀，而是為了應對這種制度性不安全感而產生的物理防禦。建築的結構是厚達1尺的土牆，其耐火極限是當時普通丁屋的數倍。這在幕府的火勢取缔令中是一種被默許的用於保護經濟基礎的防禦工事。它对內呢阻斷火災蔓延，對外其狹小的窗戶和封閉的立面將內部商人的財富規模進行了高效的隱藏。這種黑漆石的工藝將石灰與墨炭混合，形成了一種低反射率的視覺效果。這在行政管理上執行的是一種視覺靜默協議。它通過吸光的物理特性，在繁華的商街上制造了一個個信息黑洞。它向南方的江戶權力中心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這裡的資源是被深度鎖定的，它是穩定的、可被審計的，且絕不外流。更深層的衝突在於這種建築實際上是商人在禁令邊緣進行的邏輯勒索根据幕府頒布的奢靡禁止令，丁人階層呢被严禁修筑华麗高聳且具有威慑力的外牆。根據當時的史實細節，在當時的行政判定中
這種藏造建築被定義為倉庫而非住宅。這意味着商人們利用了法律的盲区他們通過将生活空間封装进倉庫外壳中，合法地規避了關於民宅規模的限制。這種厚達1尺的黑牆不僅是物理上的防火牆，更是法律上的豁免裝甲。在江戶時代的統治環境下，黑色的選用具有極其冷靜的政治考量。它不像朱紅色那樣代表權力，也不像白色那樣代表祭祀。黑色在邏輯上代表的是沉寂。這種色調讓穿越的商家在行政審計中顯得毫無威脅。他成功地将龐大的商業資本偽裝成了死氣沉沉的物資堆放點。所以呢，這片街道之所以被稱為江戶之母的辈分是因為它保留了一套資產與權力的共生協議商人通過這種低調且堅固的建築向統治者展示了其作為帝國后備金庫的穩定性。這種利用建築結構對抗制度風險的精算才是這片黑色廢墟下真正的歷史骨架。那1893年大火後商人們集體選擇這種昂貴的建築標準化，並非復古，而是對資產保全性的理性選擇。這片街道本質上是以排排遵循特定協議建造的，用來抵抗时間與權力的保險箱集群。在審視關東平原的統治版圖時世人常誤以川越為江戶之模仿者，稱其為小江戶。然而若從德川幕府的統治本源觀之事實恰恰相反，川越乃江戶之宗法母體與行政權力之缘起。那德川家入主江戶之初所面对的是一片荒芜之泥灘。那江戶作為一座新興之城其統治之合法性缺乏深厚之地缘根基與儀軌支撐。為使江戶具備威懾天下之威嚴幕府必須在川越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尋求統治權力的血脈注入。川越之所以被稱為江戶之母在於其承載了江戶所不具備的3種原始機理其一天海僧正於川越喜多院確立了山王一師神道，並非單純之祭祀，而是為江戶量身定做之神格法統治儀軌。那家康公靈柩之繞行穿越是為權力在邁向神壇前必須於母體完成之宗法認證。江戶後來之祭祀體系皆為穿越原始儀軌之延伸。其二呢，從最初之街道規約到應對火災之藏造律令川越實則在江戶擴張之前便先行實踐了近世都市統治之標準川越所保留之黑色建築並非審美，而是保留了江戶在多次大火毀滅後早已失傳之5家防禦本質。其三呢，在幕府之戰略精算中江戶為行政之執行地，處於動亂與火惡之最前線，而川越則被設定為權力之避風港。將3代將軍誕生之所由江戶遷至川越，在法理上呢，是将政權之原始憑證置於江戶之外的穩固後方，確保即便江戶毀滅，德川之統治仍具備物理層面之存續可能。所謂江戶之母呢，並非情感之連接，而是一種根基對枝葉之持續供養。江戶吸納了川越的智略與資源，方能稱其宏大，而川越則深藏幕後，守護着那套確保德川政權永存之初始律令。影片到了收尾階段，想必各位已经发现了，這期我使用了大量還原史實的古典律令用語這其實是隱藏的另一個試驗。有人抱怨我比喻太多，現代詞彙太重於是這次我回歸了最原始的史料語境。對於了解日本史學的朋友我並不擔心，但對於那些平日只靠碎片信息支撐認知的觀眾聽完後你們感覺如何？是覺得更有料了嗎？還是感受到一種令人窒息的乏味與斷層？我不會帶各位回答，請自行思考。往後的內容呢，我會進行微調，適量減少比喻，但我不能不負責。我出現在這裡不是為了單純展示我博學，而是為了將這些鎖在圖書館深處的冷酷的文明密碼用最易懂的邏輯交付給各位。至於那些立場先行，僅僅因為我的身份就預設惡意的質疑者我的影片確實不適合你，因為我正在進行的是基於日本學術界公認史料與論點的客觀還原。看着你們一邊試圖否定我的邏輯，一邊又要維護對日本學術界權威的崇拜，
這種邏輯自找的行為啊，我確實不忍直視啊。如果你無法跨越身份的成見去直視事實的話，那麼低俗的洗腦娛樂內容啊，才是你的终极答案。文明的深度解構啊，是需要足夠的腦容量的。